Hello，大家好，我是兜兜。萧炎让紫妍顺手将人殿其他人都收拾了，尤其要注意一下和药老对战的古幽，千万不能让他跑了。说罢，萧炎手握玄重尺，对着魂殿狠狠一劈，一道数百丈庞大的火焰将巨殿破开，露出其中无数的黑色锁链，锁链的尽头挂着无数个灵魂光团。萧炎眼角一跳，魂殿这些混蛋完全就是在将灵魂当作养料。他手掌一挥，那些锁链顷刻间裂开，望着那些激动的老泪纵横的灵魂，萧炎轻叹一声，让他们都走吧，不要再让魂殿抓到了。无数灵魂盘踞在天空上，冲着萧炎行了一个极大的礼后，便四处逃窜。萧炎刚想转身离开，心头突然一动，望向化为废墟的巨殿深处，那里有一股奇怪的波动。废墟深处悬浮着一个半丈大小的透明光团，光团的外围连接着无数漆黑的锁链，锁链的尽头连接的则是刚刚那些逃走的灵魂。显然这个光团便是从那些灵魂体内抽取出来的东西。萧炎能感觉到光团中极端可怕却又极端纯净的灵魂波动。在他疑惑间，药老上前说这是灵魂本源，灵魂乃是生灵的根本，而在灵魂深处又孕育着一丝灵魂本源，这是灵魂得以诞生的根本，也是天地间最纯净的一种奇异能量。这个灵魂光团至少是100万灵魂所凝聚。药老告诉萧炎，吸收灵魂本源能够提升灵魂力量，若是拥有极为庞大的灵魂本源，在机缘巧合之下，或许能够踏入传说中的地境灵魂。当初药老被魂殿抓走后，魂殿想要降服药老，让他的炼药术为他们做事，药老并没有答应他们，所以也不知道他们需要自己做什么。但按照药老的猜测，应该也和灵魂本源有些关系。萧炎眉头一皱，听起来魂族提炼灵魂本源似乎仅仅只是前期步骤。他想来想去，也没有太过明了的头绪，便问药老这个灵魂本源的光团该怎么处理。这个东西本不该存在于天地间，但既然已经有了，药老便让萧炎将它收下。若是萧炎能够将它炼化吸收的话，应该能达到天境大圆满的层次，这对萧炎争夺净莲妖火有着很大的好处。萧炎手掌摸着光团，轻声说：“你们的仇，我帮你们报。”灵魂光团中释放出淡淡的光泽，萧炎的一句话让这些灵魂留下的怨恨和不甘全都悄然化去。收下光团后，萧炎瞥了一眼尸横遍野的空间，便带着药老等人朝着山脉外而去。就在他们离开了10几分钟后，逃跑的魂殿副殿主出现在不远处的山峰上空。他望着空荡荡的魂殿深处，脸色惨白。人殿辛苦收集了数百年的灵魂都被萧炎带走，这事传回魂族，他肯定会受到极重的惩罚。副殿主对萧炎恨得牙痒痒，但碍于紫妍的存在，他根本不敢找上去。好在净莲妖火2个月后就会再度降世，到时殿主必定会出手。上一次他们争夺净莲妖火失败，导致魂族的计划推迟，这次他们一定要得到妖火，只要得到妖火，族中也不必再理会所谓的族约，到时候这是萧炎的死期。想到这些，魂殿副殿主心里才好受一点。人殿被毁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般飞遍了整个中州，天府联盟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所有人，天府并不惧怕魂殿。萧炎休养数日后，便打算炼化吸收那团灵魂本源。他的灵魂境界如今停留在天境后期的层次，比药老都要强上一线，而在天境后期上面还有一个天境大圆满，只有踏入那个层次，才能够无限接近传说中的地境。虽说地境并不代表成为真正的斗帝，但当达到9星斗圣巅峰时，灵魂力量会让他们再度增幅，到时候就会如同黄泉妖圣一般，成为所谓半帝般的存在。萧炎注视着面前的灵魂光团，嘴巴一张，吐出一团灰褐中带着一点淡蓝色的火焰。他在将海心焰炼化后，实力只是略微精进，分诀也从准天阶功法提升到了天阶低级的功法。火焰将光团尽数包裹，一丝极淡的黑气冒出，最后消散不见。萧炎能感受到那丝黑气是魂殿强者注入的，他有些庆幸自己够谨慎，没有直接吸收灵魂光团，否则肯定会造成不小的隐患。炼化了将近半个小时后，萧炎才散去火焰。他的手印一动，眉心处的灵魂力量化为另一个萧炎。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灵魂本源吸入，一圈圈无形的波动以萧炎为中心扩散，方圆千丈之内的生灵都感受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威压。这种灵魂威压，就算是药老几人都无法抵御。小丹塔大长老有些羡慕地看向萧炎所处的山峰，天境大圆满的层次，就算是在小丹塔中，也只有老祖一人。他赞叹药老收了个好弟子，萧炎的成就足以让药族所有年轻一辈，甚至那些老怪自残。药老双手负于身后，等以后有时间了，他定会带萧炎去一趟药族。时间一日日的过去，无形的灵魂波动越发强盛，到最后几乎整个星界都被波及。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外，星界中人都只能苦着脸放弃飞行，扛着那股灵魂威压在地面上奔驰。等他们适应了这股威压后，全都发现自己的灵魂力量有所增长。毕竟天境大圆满的灵魂压迫可不是什么人都能享受到的。尝到甜头后，越来越多的星陨阁弟子朝着萧炎所在的山峰行去，到最后就连一些长老都忍不住加入了这种特殊的历练中。这种风气整整在星界中持续了50多天，才在灵魂威压的减弱下而消散。药老等人的脸色逐渐凝重，他们都知道萧炎这次的修炼要接近尾声了。天空上乌云密布，药老脸色凝重，传说若是能够进入地境，灵魂便能不毁不灭，即便是被人强行打散，残留的灵魂因子也会逐渐凝聚，再度重生。而灵魂只要达到天境大圆满，便和肉体再无区别。和人对战时，灵魂也可以分化而出，与肉体联手相战。从某个程度上来说，只要达到了天境大圆满，便多了一个默契到极点的战斗伙伴。无形的灵魂悄然蔓延，整个星界都被折射回萧炎的脑海中。他甚至能感受到星界中任何人的情绪波动。萧炎心念一动，无形的灵魂波动闪电般蔓延而开，慢慢的扩散到万里之外。就在萧炎准备收回灵魂时，他的灵魂深处传来一种异样的燥热。萧炎来到了一片崇山峻岭，这里上空的空间极端扭曲，隐隐间有一种乳白色的光芒渗透出来。萧炎的灵魂波动在接触到光芒时，一种极为强烈的灼痛从他灵魂深处传出。萧炎有些呆滞，要知道他的灵魂中可是融合了5种异火，寻常的异火根本不可能让他感受到半点炽热，更别说灼痛了。他脑海中当初从净莲妖火古图中得到的奇异光团突然剧烈的震动起来。萧炎一下子回过神，震惊不已地看向天空上扭曲的空间。这里是净莲妖火降世的地方，只有净莲妖火才会让那个奇异光团有这等变化。突然，一股极端浩瀚的灵魂波动从空间中暴涌，狠狠地轰在萧炎的灵魂波动上。突如其来的对碰打得萧炎措手不及，他回过神，急忙收缩灵魂。谁？虚空中传出一道淡淡的声音：你便是萧族的那个小辈萧炎。来人正是魂殿的殿主。原本他还想等净莲妖火出世后再解决萧炎，现在既然萧炎敢窥视妖火出世之地，那他便将萧炎带回魂殿。他要让萧炎知道，魂殿的灵魂本源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享用的。这片天地仿佛一下子被禁锢了一般，萧炎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出现了停滞。住在魂灭生的黑暗大手抓向萧炎时，一道淡淡的苍老声音响起：魂灭生，以你的辈分对小辈出手倒是太过了。一只庞大的巨手将魂灭生的攻击冲破，魂灭生恼怒的声音再度响起：老鬼，你果然也是在窥视净莲妖火，只是不想让它落在你魂殿手中而已。说罢，那道苍老的声音在萧炎心中响起：离开这里吧。萧炎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仿佛被狠狠地推了一把，几个呼吸间便退回到了他的脑海中。万里之外的平原上，一头青牛慢悠悠地嚼着青草，牛背上一个约莫10来岁左右的牧牛童子缓缓抬起头，他清澈的眼中弥漫着一种看透世间万物的沧桑。妖火出世，又免不了一番惊天争斗。好啦，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拜拜。